已经2年多了，王一博一直没有进组拍新戏。这段时间，他更多是在做自己的纪录片，去户外，去体验新的生活。相比以前频繁出现在镜头前，现在大家能看到他的机会明显少了很多。很多粉丝也会觉得，现在的王一博好像离大家远了一点。不过最近又有新的消息传了出来，听说乐华娱乐已经重新和他签了新的合作协议，而且还给了他不少公司股份。与此同时，还有消息说，中国中央电视台有计划重新拍摄《西游记》，甚至有意邀请王一博出演唐三藏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很多人一下子就开始想象了，如果王一博真的接下这个角色，会是什么样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唐三藏这个角色和他以前演过的角色完全不一样，没有酷酷的造型，也没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反而是一个很安静、很克制、很温和的人物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如果真的演唐三藏，他很可能要把头发剃掉，甚至直接光头出演。很多粉丝想到这里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剧情，而是王一博真的舍得剪头发吗？因为这些年大家早就习惯了他的各种发型，不管是长一点的头发，还是平时随意的造型，都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感觉。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敢想，如果突然变成光头，会是什么画面？除了头发之外，还有人开始讨论另一件事，那就是他会不会为了角色让自己稍微胖一点？因为传统版本里的唐三藏看起来其实不会太瘦，整个人的状态会更温和、更稳重一点。而王一博这些年一直都很自律，身材偏瘦，线条也比较明显。如果真的接这个角色，也许他真的会为了人物状态去调整自己的身体。不过说到底，大家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光头，也不是身材，而是王一博会不会真的重新回来演戏了。因为对于很多喜欢他的人来说，已经太久没有看到他出现在影视作品里了。大家想看的从来不只是一个明星，而是那个认真对待角色，愿意为了作品改变自己的演员。当然，现在这些都还只是讨论，到底会不会出演《西游记》，到底会不会演唐三藏，目前也没有真正确定。但如果有一天王一博真的穿上袈裟，剃掉头发，重新出现在镜头前，你会支持他吗？你觉得他适合演唐三藏这个角色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王一博或演唐僧，孙悟空全国找戏曲演员。央视《西游记》2027重拍，金尖传式的绝美惊鸿，费振祥执导与王一博版唐僧的视觉重构。如果说中国人的骨子里藏着一个英雄梦，那么这个梦的起点必然是大唐长安的内生马替。2027年第一季度，中央电视台正式官宣，那个让几代人魂梦萦前的西游世界即将重启。王一博与唐僧，一场极致神颜与清冷气质的共振。当王一博的名字与唐三藏联系在一起时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惊艳，随后是深思。在以往的版本中，唐僧往往被塑造成文弱甚至有些优柔寡断的形象，但翻开吴承恩的原著，唐三藏其实是一个极具主见、意志坚如磐石的行者。这种性格恰恰与王一博这2年在影视圈所展现的清冷且阳刚的气质不谋而合。绝代神颜的现实投影，王一博的脸是那种极具东方留白美学的神颜，他那勾挺的鼻梁，线条明确的下颌线，在剃去青丝后的光影下，会呈现出一种近乎神性的圣洁感。想象一下，在新疆落日余晖的勾勒下，一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人伫立于红山戈壁之上，风吹动他的衣角，他的面容清丽俊朗，双眸凛冽却藏着慈悲。这种美是不带世俗烟火气的，是真正能让女儿国国王一眼万年，让妖精们心生向往却又不敢亵渎的圣僧形象。
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翻拍，5亿人民币的巨额投资，中科学院加持的特效技术，横跨仙江等地的实境拍摄。费振祥导演要做的是撕掉情怀的滤镜，去还原一个原汁原味，甚至带着些许大漠孤烟感的西游原著世界。而在万众瞩目的选角名单中，最让社交平台瞬间沸腾的，莫过于那个被传有望出演玉帝哥哥的名字——王一博。费振祥导演是何许人也？出身戏曲世家，自幼便在台前幕后观摩猴戏精髓。对他而言，《西游记》不是买卖，而是信仰。27集的篇幅，不注水不魔改，每一分钱都砸在了刀刃上。为了寻找原著中那份浩瀚与苍凉，剧组放弃了影棚的安逸，决定深入新疆戈壁。在那片离天空最近、离黄沙最近的土地上，导演要寻找的是那种天地不仁的宏大质感。特效部分与中科院的跨界合作，更是预示着我们将看到一个科技与传统艺术融合的奇观。但在所有的硬核制作之上，观众最在意的始终是那个牵着白龙马走在最前方的灵魂人物唐三藏。气质上的深度契合，王一博骨子里透出的那种稳，正是费振祥导演要的唐三藏。他话不多，但眼神里有力量。唐三藏取经求的是心，修的是行。王一博这些年在事业上的沉稳选择，他那份对剧本的极高要求，以及他在极限运动中磨练出的那种阳刚之气，都让这个角色不再是一个受保护的弱者，而是一个充满领导气质的修行者。洛阳少年的家乡情怀，当文化符号遇上顶尖流量，唐僧原型玄奘大师正是出自河南洛阳。作为地地道道的洛阳少年，王一博若能出演此角，更像是一场跨越1000年的时空对话。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是洛阳文化的最佳推介者，如果他能身披生桃，在荧幕上重现玄奘西行的壮举，这不仅是一个角色的塑造，更是一次家乡文化的顶级代言。这种原生地域的血脉连接，会让他在处理角色时多了一分敬畏与使命感。导演费振祥曾表示，选角要稳住局面，必须要有熟脸。在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都倾向于选择新人、武生或喜剧演员的大环境下，王一博无疑是那个定海神针。他不仅能靠演技撑起唐三藏复杂的内心戏，更能靠他那张无可挑剔的脸，将《西游记》的美学水准拉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那些质疑年轻演员无法胜任的人，或许忽略了王一博那份独特的克制感。唐僧不需要张扬，需要的是一种内敛的爆发。当王一博那张清冷且阳刚的脸出现在 CCTV 的镜头里，那种中式古典美的回归，必将重新定义新时代的西游审美。传统匠心与极致美学的碰撞，寻找大圣与构建真正的西行铁军。寻找大圣，让艺术回归梨园的匠心守望。在费振祥导演的蓝图中，如果说王一博饰演的唐僧是整部剧的魂与颜，那么孙悟空则是整部剧的骨。费导深知，孙悟空这个角色绝非靠特效和单纯的演技就能驾驭的。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海选专业戏曲演员，这一举动在演艺圈引发了巨大的震动。猴戏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猴戏讲究的是眼神的灵动、身段的敏捷，以及那一股人神猴三位一体的精气神。普通演员速成3个月也不过是皮毛，只有那些在戏曲舞台上摸过达10余年，练就了火眼金睛与铁骨惊魂的武生，才能撑起齐天大圣的傲骨。动作美学的回归，
当专业戏曲演员的真功夫遇上王一博那种极其考究的清冷气质，这一静一动之间必将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大圣的张扬与师傅的内敛，在实景拍摄的广袤天地间，将构图成一幅最动人的中式水墨。颜值和实力的巅峰会师，师徒4人的跨界重组。除了王一博这位颜值担当外，费振祥导演对另外2名嫡子的选教同样充满了野心。猪八戒的喜感回归，传闻将寻找资深喜剧演员出演，他不再是单纯的丑角，而是原著中的那个油滑却又不失烟火气的真实存在。沙僧的武生英姿，选拔高大武生，力求在视觉上给观众一种沉稳厚重的安全感。在这个组合中，王一博作为定海神针，不仅稳住了流量，更稳住了整部剧的美学上限。想象一下，当这位貌若潘安、气质清冷的唐僧被性格极异的3个徒弟簇拥着走过新疆的漫漫黄沙，那种人物张力将是史无前例的。细节控导演的野心，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西游世界。费振祥导演曾明确表示，这次不消费情怀。5亿的投资不仅给了王一博展现貌的空间，更给了剧组挖掘原著细节的底气。不再是圣人的唐僧，王一博饰演的唐僧将会有更多的内心挣扎和主见。他不仅帅在皮相，更帅在那份独闯妖徐的胆识，原汁原味的西行之路。借助现代特效与中科院的技术支持，原著中那些奇诡的妖动、宏伟的仙宫将不再是5毛特效，而是具有沉浸感的真实世界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王一博那张极具有现代感却又古意盎然的脸，会成为连接现实与神话的桥梁。一场关于中式美学的终极豪赌。2027年版《西游记》的重拍注定是一场硬仗。面对86版的不可逾越，费振祥导演选择了最聪明也最冒险的一条路：颜值巅峰的顶流艺人，加功夫先后的传统艺人，加实景拍摄的硬核制作。王一博或将饰演唐僧的消息，不仅是给观众发的一颗定心丸，更是对新时代的中国偶像的一场大考。当他骑上白马，在一望无云的西域果壁缓缓行进时，所有的争议都将烟消云散，因为那样一份清朗、阳刚且带着神性的俊美，本身就是对玄奘大师西行精神的最美的视觉致敬。我们期待的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而是一个能够代表21世纪中国影视工艺水平的如梦如幻的西游新梦。王一博6月进组成耳新片《刺客》，时隔2年再拍电影，太期待。内娱顶流王一博再次引爆关注。5月9日，多家娱乐记者爆料称，王一博将加盟成耳导演的新电影《刺客》，预计6月8日在北京正式开机。消息一经曝光，立刻席卷热搜，全网讨论量瞬间飙升，粉丝们激动得几乎要炸锅。提起王一博与成耳的合作，观众一点也不陌生。2人曾携手打造谍战片《无名》，王一博饰演的叶密冷峻沉默，狠厉有力，凭借精湛演技成功打破流量演员标签，赢得业内外高度认可。这次2度合作自然备受期待。刺客可谓来头不小，成耳自编自导的新作已经正式备案立项号，影剧备字2026第223号，故事背景设在清末暗杀浪潮，聚焦刺客们的行动如何在历史洪流中留下微妙痕迹，整体风格延续无名的深沉质感，完全是一部冲击奖项的潜力之作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这将是王一博时隔750多天再度进组拍电影，上一部作品还是2024年4月开机的人鱼，而人鱼至今仍在后期制作中。如今他的新片已敲定开机，这也显示出他对剧本的挑剔和对作品质量的高度要求。
网传消息透露，刺客定位为大制作群像片，增传男主角女妖易烊千玺。如今王一博确定为一番主演，易烊千玺、白鹿等有望加盟，阵容可谓豪华顶配。尽管片方和官方尚未正式官宣，粉丝们理性地表示非官宣不信，但期待值已经被拉满。近几年，王一博深耕大银幕，无名、热烈、维和防暴队等作品票房与口碑双丰收，演技愈发沉稳老练。从深耕到收获，他在大银幕上的蜕变与光芒。这几年，他选择了一条并不容易但却极其坚定的道路，那就是全身心的深耕大银幕。他并没有在舒适区徘徊，而是通过一部又一部极具分量的作品，向所有人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无限可能和坚韧底气。当你回顾他近年来的大银幕表现时，你会发现他已经交出了一份堪称惊艳的成绩单。从富有质感与深度的无名，到充满梦想热血与生命力的热烈，再到展现英雄气概与大国担当的维和防暴队，他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自由切换，每一部作品都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。这种成绩不仅是市场对他商业价值的认可，更是观众对他作品质量的最高奖赏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演技上的飞跃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专门收集了一些非常有王一博风格的单品，不仅时尚，而且超级百搭。这些好物我已经整理好，放在视频描述栏和评论区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风格，欢迎点击链接看看，也顺便支持一下我哦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他不再是那个单纯在聚光灯下的明星，而是一个能够沉浸角色、理解角色灵魂的演员。他在无名里的内敛与张力，在热烈里的赤诚与拼搏，以及在维和防暴队里的坚毅与勇敢，都展现出了一种愈发沉稳老练的气质。这种稳是他无数次钻研剧本，在片场反复磨练所沉淀出来的自信，让他现在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微表情都充满了故事感。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他通过这些高水准的作品，一点点打破了外界的固有印象，用实打实的作品质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他对于大银幕的热爱是纯粹的，这种纯粹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去打磨每一个细节，去挑战那些跨度极大、难度极高的角色。现在的他站在大银幕前，散发的是一种成熟演员特有的魅力。他不仅是在演戏，更是在用每一个角色与观众进行深度的对话。看着他一路走来，你会发现他这种踏实前行的态度，正是他能够在大银幕上站稳脚跟的核心力量。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依然会带着这份对表演的敬畏心，在电影这条艺术长路上创造出更多让人记忆深刻的高光时刻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只要足够专注和努力，时间终会给奋斗者最好的答案。王一博在沉淀中爆发，用作品书写实力篇章。当你再次选择与程耳导演携手时，整个行业都感受到了那种即将迸发的新火花。大家都知道，程耳导演最擅长的就是刻画人性的复杂面，并营造出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厚重氛围感。而你，王一博，正是那种能够沉浸故事里，用眼神和细节去填满这种氛围的演员。你们两人的再度联手，绝对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一次更高层次的艺术碰撞。回顾这一路走来的历程，大家看到了你最珍贵的转变。从最初万众瞩目的顶流偶像，到如今被广泛认可的实力派演员，你始终在坚持用作品说话。在这个快节奏的娱乐圈里，
王一博没有选择去炒作话题，也没有被周围的浮躁所影响。相反，王一博选择了一条最安静也最扎实的路，默默地打磨每一个角色。无论角色的大小，你都会把自己打碎，揉进剧本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心，让你在每一次出现在大荧幕上时，都能带给观众完全不同的惊喜。现在的王一博遇到了《刺客》这样拥有优质班底和扎实剧本的好项目，这不仅仅是一次机会，更是对你多年努力的一种肯定。当这样高水准的制作团队遇上你日趋精湛的演技，这种化学反应无疑让所有人对影片充满了期待。你这种不急不抢，只在角色里较劲的态度，让你在演绎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稳。大家期待在《刺客》中看到一个更加深邃、更加多面的王一博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你从不辜负每一个镜头，也从不辜负每一份期待。你正用自己的节奏书写着一个优秀演员该有的样子，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最好的榜样。虽然目前一切尚未官宣，但爆料已足够令人激动。粉丝们也在屏息期待，盼望官方早日发出声明，更期待王一博的清末刺客造型。想象他在历史风云下的冷峻与果敢，定会再次带来惊喜。你是否也对王一博与成尔的2度合作充满期待呢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吧。王一博终于要进组了，出演一名清末的杀手，成尔电影一番章子怡有没有注意到，过去大半年里王一博几乎没有任何公开进组的消息，粉丝们都快盼成了望眼欲穿的状态。最近终于有靠谱的消息爆出来了，他将与老熟人成尔导演再次合作，这次饰演的是清末时代的一名杀手，而女主角竟然是章子怡，这阵容一出来就足够让人热血沸腾。这部古装片名为《刺客》，目前正处于筹备阶段，网传开机时间定在6月，这消息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言。成尔在业内的地位不用多说，被公认为王家卫的接班人，艺术电影领域稳得一匹，圈内认可度极高。他与王一博早就是忘年交，亦师亦友般的关系，让王一博格外信任他，而成尔也真心欣赏王一博，这与那些只盯着流量想变现的资本完全不同。王一博如今早已财富自由，人气与名气也摸到顶峰，说白了，现在差的只是一个含金量够高的奖项，彻底在电影圈站稳脚跟。与成尔合作，无论片酬如何，都是一场双赢的选择，这种加成可不是普通商业片能比的。今天看到王一博这个造型的时候，我真的一下子就被帅到了，尤其是这种很简单但是特别有感觉的穿搭，真的很适合他。最近也有很多人问我有没有类似风格的衣服或者配饰，所以我顺便找了一些感觉比较像的款式放在评论区下面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。也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的视频。当你看到章子怡加盟成尔导演的新作时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意料之中的惊喜。毕竟章子怡与成尔导演之前就有着非常默契的合作基础，这种影后级别与顶级导演的再度携手，无疑为整部电影定下了高品质的基调。而关于男主角人选的讨论，虽然之前坊间有过各种传闻，但随着项目的推进，那些不可靠的消息已经渐渐平息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现在的格局反而展现出了一种更加清晰，也更利于他长远发展的态势。目前的普遍说法是，他将以3番主演的身份正式进组。对于他来说，这绝对是一次极具战略眼光的选择。你必须明白，在这样一部大咖云集、导演风格极其强烈的电影中
三番主演的含金量是非常重的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排位，更是实打实的电影实际。在演艺圈的成长过程中，他表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清醒与沉稳。他并没有急于去争夺所谓的绝对核心位置，而是选择在一个顶级的团队里，通过与章子怡这样的演技派前辈同台竞技，来进一步磨练自己的表演质感。从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，以三番主演的身份参与这个级别的项目，对他而言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，积累行业认可度。能够参与成尔导演的作品，本身就是电影圈对他表演潜力和商业价值的高度认可。这种实际的积累，会让他未来的大荧幕之路走得比同龄人更加宽阔。冲击奖项的底气，哪怕是以配角的身份出击，只要角色出彩，演技在线，去冲刺各大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奖项，也是完全有底气的。这不仅不会亏，反而能让他用实力在电影界真正站稳脚跟。你会发现，他现在的职业规划非常有层次感。他懂得在合适的时机选择最合适的平台，不卑不亢，用作品说话。这种脚踏实地的态度，让他不仅在流量顶端保持着热度，更在主流电影圈逐渐赢得了尊重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，他用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，向大家展示了一个专业演员应有的进取心和专业度。你会期待他在这个剧组里的表现，因为你知道，每一次与高手的切磋，都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大，离那个更优秀的自己更进一步。粉丝不敢轻易相信这个消息也可以理解，毕竟王一博确实长时间没公开新项目进组，之前还有传言说人鱼尚未开拍，弄得大家摸不着头脑。实际上，人鱼早已拍完，只是保密工作做得极严，连一张路透都没流出，外界只能猜测。这部影片本身就是冲奖的大制作文艺片，特效量大，所以上映速度自然慢一些，也完全合理。王一博对方向很清楚，他明确目标就是拍电影、拍正剧，可内于电影市场行情不容乐观，随便一拍就可能扑街，不如耐心等待合适机会，毕竟他还年轻，时间和耐心都够。现如今的娱乐圈状况就是如此，哪家都愿意用王一博，但不会把最好的资源给他。各公司都有自己的亲太子。资本运作与以前煤老板时代不同，套路层出不穷，好好一个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，原创编剧往往被晾在一边。一切运作围绕着捧自家艺人，红了就接代言割韭菜，赚钱的方式着实难看。剧播出后，数据还得注水，闭着眼睛吹嘘，直接把观众当工具，对那些认真做作品的从业者极不公平。现在圈内所谓的剧集火不火，数据满天飞，普通观众很难分辨真假，只有财报才稍微真实。回到刺客，故事设定在清末，围绕一起重大暗杀事件展开，主角为了理想成为杀手，最终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他人手中的棋子。成尔和王一博之前合作的《无名》票房口碑双赢，王一博的演技也获得认可，还拿到奖项提名，这次二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。王一博将饰演冷酷而又热血的刺客，而章子怡则是刺客团的领头人，人设光是听就够带感。也有传言说王一博戏份不多，仅是为老朋友成尔捧场，算作三番的特别出演，只要是成尔给的角色，王一博几乎不会拒绝。之前合作就发现，成尔总能赋予角色惊喜感。王一博拍过不少作品，但在成尔镜头下，他的人物张力被拉满，状态更成熟。成尔擅长挖掘演员个人特色，
他的电影观赏性极强，观众愿意2刷3刷寻找细节。镜头中的角色多面性丰富，有时冷峻，有时暖如夏日阳光，风格独特。王一博能进组成耳的电影，无疑是好事。成耳电影质量有保障，即使票房不算顶尖，但冲奖优势大，艺术性足够，在圈内是拿得出手的作品。从立意、镜头美学到故事逻辑，成耳作品每一环都可打高分，因此才能吸引有追求的投资方出资。电影分商业片和艺术片，艺术电影更纯粹，专注做作品。王一博选择艺术电影，说明他内心有艺术追求，而非只为赚钱或流量。慢慢来吧，有好导演带领，又肯沉下心磨演技，王一博未来必然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奖项，也能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作品。宣传方面，官宣王一博代言，用顶流式能拉满曝光度。为了最大化品牌曝光，瑞幸不惜重金，在4月中旬请来顶流王一博代言。为什么选王一博？主要是因为他的粉丝和瑞幸用户高度重合，都是追求时尚与便捷的年轻人，能帮瑞幸吉享咖啡快速打开市场，建立认知。价格方面，和现制咖啡拉开价差，不冲击门店生意。6至7元定价，向下与现制咖啡拉开距离，向上以品质压制同价位竞品。部分渠道还推出8.9元2瓶的促销，价格策略颇具侵略性。6至7元定价，向下与现制咖啡拉开距离，向上以品质压制同价位竞品。部分渠道还推出8.9元2瓶的促销，价格策略颇具侵略性。渠道方面，便利店、商超、线上，目光所及皆有瑞幸。目前瑞幸除了在天猫、京东、抖音等主流电商渠道全面铺货外，线下渠道也没有落下。商超、便利店、即时零售平台、量贩零食连锁都能看到瑞一平的身影。通过这一系列操作，瑞幸首播市场策略反馈良好，上市24小时内便创下了线上渠道销量突破100万瓶，全品类销售额达1800万元的惊人战绩。据了解，瑞幸吉享咖啡目前上线生椰拿铁、经典美式、右 C 美式3款即饮咖啡口味，每瓶规格360毫升，零售价约为6元。2024年7月，瑞幸便推出预包装咖啡品牌，也就是瑞幸吉享咖啡，从咖啡液到即饮咖啡、即溶咖啡、咖啡豆、胶囊咖啡、挂耳咖啡等均有覆盖。这一次，瑞幸上线即饮咖啡，尽管 SKU 数量并不多，却进一步展现了品牌进军即饮市场的决心。而这背后，或正掀起新的探索与角逐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专门收集了一些非常有王一博风格的单品，不仅时尚，而且超级百搭。这些好物我已经整理好，放在视频描述栏和评论区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风格，欢迎点击链接看看，也顺便支持一下我哦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01为何做即饮咖啡？当下，国内咖啡消费渗透率持续攀升，赛道进场玩家越来越多，行业整体规模与门店体量也在延续爆发。根据红参产业研究院2025咖饮品类发展报告，我国消费者对咖啡的接受程度和消费频率呈上升趋势，咖啡饮用者已经达到5亿人，其中现磨咖啡占比达 45.3%， 首次超越速溶咖啡，成为第1大品类。上述报告指出，2025年现制咖饮市场规模将保持增长态势，预计接近1300亿元。对于瑞幸咖啡而言，硬币的两面分别写着机会与挑战。
在这轮咖啡扩张浪潮中，瑞幸的速度可谓生猛。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，瑞幸全球门店总数突破 3.3 万家，扩张速度惊人。在去年4季度电话会上，管理层明确表示，获取市场份额依然是公司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，但留给瑞幸咖啡门店的空间显然也在压缩。数据统计机构极海品牌监测曾表示，2024年7月此前的一年，瑞幸咖啡新开门店中37%是由加密门店贡献的。加密门店指的是已有门店周边500米范围内新开的门店。数据显示，在1线、新1线和2线城市，瑞幸有超过一半的门店属于加密门店。3线及以下城市加密门店的占比在25%至40%。除了发力开店，瑞幸显然需要开拓新的增长形式。吉享咖啡市场恰好接住这一增长野望。欧瑞国际数据显示，中国即饮咖啡市场的规模早已突破100亿，但2022年以来增长非常缓慢。2023年到202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仅 0.4%， 远低于限制咖啡市场的 21.2%。一些观点认为，这与即饮咖啡市场存在的消费痛点有很大关系。当下，即饮咖啡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为传统咖啡品牌，存在产品老化、口味固化等问题。而另一边，消费者对于高品质即饮咖啡的需求正在增强。随着大众咖啡消费认知不断升级，健康化、精品化、便捷化消费诉求愈发凸显。2025年，瑞幸卖出去的4亿杯咖啡液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势头。据全球著名增长咨询公司沙利文统计，按2025年销售额计算，瑞幸吉享浓咖啡饮料取得全国线上销售额第一。瑞幸吉享咖啡数据显示，其咖啡液产品2025年全年销售超过4亿杯，这也是瑞幸咖啡将即饮咖啡视为新窗口的重要原因。02咖啡赛道的新探索，瑞幸发力即饮咖啡，背后还释放出一个行业趋势，品牌不再卷低价，而是寻求更多元的发展方式。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表示，从定价卡位看，瑞幸即饮咖啡并非单纯的3、4元的低端功能产品，而是瞄准了功能加情绪的中高价格带，也是对瑞幸目前门店、品牌、规模、粉丝效应的一种变现。业内观点认为，瑞幸正在新增2个值得持续跟踪的方向，一是瓶装即饮咖啡，二是可能借助蓝瓶切入的高端精品咖啡试点。这2个新方向虽然短期对收入贡献未必大，但从估值逻辑看很重要，因为它们意味着瑞幸未来不再只是比拼单店模型和开店速度，而是在探索品牌层级扩张和消费场景扩张。不想只做蜜雪冰城是咖啡行业的新叙事。今年3月，瑞幸咖啡的大股东实控人大钲资本与雀巢达成协议，收购蓝瓶咖啡的全球门店资产。随着这次收购的达成，瑞幸将从单品牌走向多品牌，也逐渐覆盖中高端咖啡。而4月2日起，Manner 网红饮品绿野仙踪上调价格5元。4月7日起，所有门店的单品豆咖啡每杯再涨5块钱。据窄门餐饮数据显示，目前 Manner 在全国拥有2503家门店。再往前，瑞幸、库迪均在收紧 9.9 元咖啡活动。在近期的采访交流中，多位咖啡业内人士告诉博虎财经，咖啡涨价是行业必然趋势。咖啡烘焙商小陈认为，这是因为商业咖啡不想继续做赔钱生意了，要开始追求盈利。以前的9.9块，第一是可能不赚钱，第二可能是倒贴，
第三，可能靠其他的业务把利润抬上来，算上运营等七七八八的成本，9.9元已接近一杯咖啡的成本价，一味卷低价已变得不可持续。瑞幸最新的财报或已释放这一信号。财报显示，瑞幸同店营业额增速 SSSG 同比下滑 0.1%， 增速环比去年下半年持续回落。业内观察者推测，核心拖累来自外卖补贴下降，导致部分价格敏感型用户流失，带动同店杯量回落。不过，瑞幸正在迈入的是一个已有诸多玩家占位后场的赛道。目前，瓶装即饮赛道的 C25 高达 87.2%， 呈现高度集中特点。瑞幸在这时候切入，不管是瓶装即饮还是即饮咖啡，挑战都不容轻视。国金证券指出，瑞幸此举意在通过极高性价比产品补足非门店覆盖区域，在咖啡万店时代的背景下，利用规模优势对传统瓶装咖啡巨头形成有力竞争。从行业集体涨价到瑞幸进军即饮咖啡，咖啡赛道正在迎接更多变化，向更广阔的疆域蔓延。市场很大，容得下，也需要新的变量。参考资料： 1. 虎嗅，门店装不下瑞幸了。2. 海豚研究，瑞幸咖啡增收不增利，小蓝杯何时才能走出外卖后遗症？ 3. 第一财经，瑞幸咖啡1季度收入增长 35%， 还看上了瓶装咖啡的市场蛋糕。4. 智通财经，国金证券，餐饮行业信心逐步恢复，静待后续逐季验证。5. 知微，瑞幸开卖瓶装咖啡，把跟星巴克的战火打进超市了。文章封面、首图及配图，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。若版权者认为其作品不宜供大家浏览或不应无偿使用，请及时联系我们，本平台将立即更正。王一博为什么很少解释自己？最近几年，关于王一博的话题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有人喜欢他，有人质疑他，有人支持他，也有人不理解他。但在无数次讨论之中，很多网友发现了一个共同现象，那就是无论外界出现什么声音，无论网络上发生什么争议，王一博似乎总是很少站出来解释自己。别人被误解的时候，会发长文回应，会接受采访解释，会在社交平台表达想法，而王一博更多时候却选择沉默，甚至有时候面对持续不断的讨论，他依然没有给出任何公开回应。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好奇，为什么王一博总是不解释自己？是不在意吗？是不知道吗？还是另有原因？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。事实上，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年的王一博，你会发现这种状态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。从出道至今，他的性格似乎一直如此。他不是一个喜欢频繁表达的人，也不是一个习惯把所有想法都展示出来的人。很多时候，当别人期待他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却选择继续工作。当别人等待回应的时候，他已经投入下一份工作之中。久而久之，这种风格逐渐成为了王一博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之一。然而，也正是这种沉默，让很多人无法理解，因为在互联网时代，解释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发生争议要解释，出现误会要解释，被人质疑也要解释，仿佛只有不断回应才能证明自己的立场。可是王一博却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而这也引出了今天最大的疑问：为什么在这个人人都急于表达的时代，王一博却总是很少解释自己？很多人认为，答案或许藏在他的性格里。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，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。相比表达，他似乎更喜欢行动；相比解释，他似乎更相信结果。这种性格在他过去的经历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。
无论是练习舞蹈、学习赛车，还是拍摄影视作品，他都习惯把时间花在准备和执行上，而不是花在展示和说明上。或许在他的认知里，有些事情说的再多，也不如做好一次来的直接。于是大家慢慢发现，当外界讨论不断的时候，王一博往往没有选择进入讨论，而是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这种做法，有人欣赏，也有人不理解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已经成为了他的处事方式。然而，如果只是因为性格，显然还不足以解释这一切，因为娱乐圈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有时候沉默本身也需要承担风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明知道解释可以减少误解，为什么王一博依然很少这样做？或许答案来自于第二个原因，那就是成长。很多人发现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王一博似乎越来越明白一件事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通过解释解决。有些人愿意相信你，即使你什么都不说；有些人不愿意相信你，即使你解释再多，结果也不会改变。而在信息传播极快的今天，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反复解读，任何一个回应都可能产生新的争议。于是有时候，解释并不会让事情结束，反而会让讨论继续扩大。经历的越多，就越容易明白这一点。因此，很多人开始觉得，王一博之所以越来越少解释，并不是因为逃避，而是因为看清了一些事情。他知道什么值得回应，也知道什么无需回应。这种变化其实是一种成长，也是一种选择。但故事到这里，真正有意思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因为当大家都以为沉默意味着被动的时候，王一博却用另一种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而这种答案或许比任何解释都更加有力量。很多人后来发现，王一博虽然很少解释自己，却从来没有停止证明自己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这恰恰是他这些年最明显的特点之一。别人用语言回应质疑，他更习惯用作品回应质疑；别人用解释争取理解，他更习惯用结果证明自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王一博并不是没有回应，只是他的回应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样。当有人质疑他的演技时，他没有长篇大论地解释自己有多努力，而是不断进入新的角色，不断挑战新的题材。当有人质疑他的能力时，他也没有急着证明什么，而是把时间投入训练和工作之中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原来有一种回应叫做用行动说话，而这或许才是王一博真正想表达的东西。这也成为了今天的第三个高潮。很多人一直以为解释是一种力量，后来才发现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，因为解释解决的是当下，而作品影响的是未来。一条回应可以存在几天，一部作品却可能被讨论很多年。所以当大家回头去看这些年的王一博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关于他的争议一直存在，但关于他的作品同样一直存在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后者往往会比前者停留得更久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他的选择，因为有些答案不一定非要通过语言表达，有时候时间本身就会给出答案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整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。很多人都在问王一博为什么很少解释自己，但或许真正的问题应该是，为什么大家总希望他解释自己？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所有人都希望立刻得到答案。发生一件事情，希望马上回应；出现一个问题，希望立刻解释。可是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，很多事情并没有标准答案，很多误解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消失。而一个人真正的价值，往往需要时间去证明。或许王一博早就明白这一点，
所以他把更多精力放在长期的事情上，而不是短期的争论里。因为争论会过去，热搜会过去，流量会过去，但作品和能力不会。这或许就是他这些年始终坚持的逻辑，也是整个故事的顶点所在。当越来越多人试图通过解释获得认同的时候，王一博却选择通过成长获得认同。当越来越多人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，王一博却选择让时间证明自己。这样的选择未必适合所有人，但至少它构成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王一博。那么，这种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一种成熟。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急于解释，害怕被误解，害怕被否定，害怕别人不理解自己，于是总想着说清楚，证明自己，获得认可。可是随着经历越来越多，很多人才会逐渐发现，并不是所有误解都值得解释，也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。真正重要的人会通过时间了解你，而不重要的人，即使解释再多也不会改变看法。因此，学会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反而成为一种成长。而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，似乎也在说明这一点。他不再执着于让所有人满意，也不再试图让所有人理解自己，而是把更多时间投入自己热爱的事情，演戏、赛车、纪录片、作品，以及不断提升自己。这种选择看似安静，实际上却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沉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在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里，坚持自己的节奏比跟随别人的期待更难。所以，当我们回头再看最开始那个问题，王一博为什么很少解释自己，答案或许已经慢慢浮现出来了。也许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想法，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有些事情与其解释，不如做好；与其回应，不如成长；与其说服别人，不如提升自己。而这些年，他似乎一直都在这样做。当然，每个人对于这种处事方式都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有人觉得沉默是一种智慧，有人觉得适当解释也很重要，也有人认为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选择。那么如果是你，面对误解的时候，你会选择解释自己，还是选择用行动证明自己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聊聊。下期视频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来活力。再见。